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前女友因为我穷，和我大学室友勾搭上了。室友死皮赖脸求他爸在家里办个同学聚会，特地邀请我这个穷酸狗来见见世面。聚会到一半时，室友他爸回来，室友恭恭敬敬，全班人都站起来鞠躬。孰料他爸看向我时，却脸色大变：“徐总，你怎么在这里？”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装满水泥的袋子猛地被拖车放下，四周的灰尘全部被卷起来。即使戴着帽子，我也忍不住的直咳嗽。和工人们一起逃出去，天气很毒辣，我咳得难受，摘掉了帽子，蹲在外面。一只拿着水的手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，我接住，谢谢哈。噗，带着嘲笑的声音，丝毫没有掩饰。我顿时愣住，抬头看着面前的人。待看清楚来者的面庞时，我心里的第一个想法是：真晦气。来的人穿着一身得体的西装，脚上的皮鞋擦地反光，一副贵公子的气派。而我站在他面前，穿着工人服，整个人灰头土脸的，任谁看了都是完全是两人极端。哟呵，这不是徐少爷吗？男人的眼中带着丝玩弄，连掩饰都不想掩饰。我不想理他，转头就走。沈岸，我的大学室友，也是我这辈子最恶心的人之一。我想走，但是许岸却没想放我走，挡在我面前，鼻孔朝天。老同学这么久没有见面，不叙叙旧吗？我擦擦脸色黏腻的汗液。我没有一个喜欢挖墙脚、勾引别人女朋友的老同学。听见我的话，许岸的脸色一变，想要打我。之前他也打过我，因为上大学时我身体不太好，瘦弱的像一根杆子。当时许岸和我是室友，明里暗里的打我一下，我的皮肤总是能红一片。许岸每次都会不好意思的解释，我就玩玩，没用力。你怎么像个娘们一样啊？而我的脾气一向很好，自然就没有和他多计较，以至于后来我的病加重，多半是因为他不分轻重的开玩笑。但是现在，我看着许岸抬起来的手，手臂微微用力，只要他敢动手，我保证给他揍的他爹都不认识。可惜，许岸最终还是没有动手，手高高的扬起后，随后停了下，似乎想到了什么，拍拍自己的衣服。哎呀，老同学，你说话还是这么没有分寸。不过以我们两个的社会阶级，我也没必要和你计较，毕竟一只脏狗，我看一眼都是他的荣幸。说着，他转身离开，我则站在原地看他的背影。许久，我也拍拍自己的衣服，确实，脏狗，看一眼都是他的荣幸。那人谁呀？助理从我后方冒出来，双手毕恭毕敬地举着上好的碧螺春。小丑罢了，无足挂齿。我摇摇头淡笑，总裁您也是，这么热的天，您非要来工地视察，怎么劝都劝不住。事必躬亲，是我的工作态度。成大事者，自当事事亲力亲为。我随便从车库里选了一辆颜色低调的法拉利，打算回家。打开车载广播，城北的那一块地即将完工，主持人正在猜测有哪些豪门家族可以抢到那块地的住宿权。我听着觉得无聊，随手将广播换掉。家里最近确实多了很多莫名其妙的礼物，都是他们为了抢住宿权的小心意。女朋友在忙工作不在家，手机突然弹出来一条讯息：徐青，毕业5年了，过几天是许岸的生日，我们商量着聚会，你千万别说没时间哈，我们都很想你。是班长。我冷笑，看来是许岸把今天遇到我的消息传播出去了。他们都知道我现在是工地打工的工人，
这群人都狗眼看人低。大学时，因为许岸有钱，所以他们巴结许岸，孤立我，甚至还集体嘲笑、污蔑我。想起污蔑的事，许久，我默默回复了一个好。既然同学想我了，我怎么能不去呢？约定的时间是17号上午，晚上5点，许岸的家。说巧也巧，许岸家和我同一个小区。不过仔细想想，这不奇怪，毕竟世界这么小。我将许岸给我发的讯息给门口的保镖看，随后走了进去。他们一起聚在花园烧烤，隐隐约约间，我就听到了一阵欢声笑语。哎，你们说徐少爷来了没有啊？这句徐少爷喊得极其讽刺，不知道是谁接了句，那肯定是还没有来呀。我们进这个小区进出都要许哥同意，到现在都没传出来徐青来的消息啊。嘻嘻，他会不会不好意思来呀？毕竟没见过世面，来了也丢人。他们这么说着，还发出嘲笑，一声声徐少爷夹杂着肆无忌惮的恶意和戏谑。哎呀，他不敢来也是正常的，毕竟我们不是一个阶级的。许岸的嗤笑还没有停下，我直接推门进来，顿时场面安静，所有人脸上的笑意顿时全无，取而代之的是疑惑。喂，帅哥，你是不是走错了呀？一个女人含着笑打去。我将手上拎着的礼物放到桌子上，随便找了一个空位置坐下来，抬起头笑着，没有走错。女人看清楚我的面孔，捂住嘴。啊，你是徐青？我歪歪脑袋。对呀，我还认识你呢，刘同学。刘瑶瑶和我对视着，突然脸一红，不再说话。这时，班长突然勾上我的脖子，一副亲昵的模样。哎，徐青，你现在大变样啊！我记得你以前又小又瘦又邋遢的，你这是……他的眼睛看向四周，猥琐地将话拖长。我假装没有听出他话里的探究和嘲笑。现在肯定所有人都觉得我是一个整容怪，毕竟我的现在确实和大学时期那副怂包的模样相差甚远。我看向许岸，上次工地见面，我灰头土脸的，他肯定没有完全看清楚我的脸。我故意将头发朝后顺了顺，露出眉眼，却在下一秒猝不及防地和张小曼对视上。哦，我亲爱的前女友，许岸的妻子，似乎在看我。就在所有人都惊叹我的变化时，许岸收回打量我的目光，突然开口：“你是怎么进小区的？”顿时在场的人目光都齐刷刷地看向我，开始七嘴八舌讨论起来。对哦，许哥家的小区只有业主同意才可以进，他是怎么进来的？我看着许岸的脸，他的手指捏着酒杯，有点泛白，似乎是在气。我当然知道他在生气什么，肯定是原本他打算在小区门口拦着我，给我难堪，让我丢失颜面。这种富丽堂皇的小区，是我这种穷鬼一辈子的向往。他想要我明白阶级和阶级之前的差距，想要我有一种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，最好是还想大学那样蜷缩着身体，畏畏缩缩的模样。可惜他的计划落空。我走过去，将礼物放到他面前。我家住这里。一个浓妆艳抹的女生突然爆发出冷笑。一个灰头土脸的工人能住这里？徐青，你装逼能不能有一个尺度？我的另外一个室友骆志斌也开口，没准是不想在许哥面前丢面子，直接爬狗洞爬进来的吧？他又不是没爬过。说完又是一阵嘲笑。说起爬狗洞，我顶了顶侧腮。那次是因为张小曼晚上打电话哭着说自己胃疼，当时男生宿舍已经锁了，阿姨不同意。我身体弱，不能爬墙，想要出去就只能钻狗洞。谁知道我连张小曼人都没有见到，
站在楼上的骆志斌就突然喊着：“哎，徐青，你在钻狗洞啊！”哈哈哈哈！这一喊，我领了一个处分回来。事后，骆志斌说只是开玩笑，许岸也帮着他说我不大度，都是朋友。或许和我想到了同样的事情。张小曼突然看过来，然后捂着嘴。她长得很漂亮，笑起来也好听，像铃铛一样。哇塞，好大的钻戒！徐青，你结婚了呀？这时，所有人才看见我手指上的钻戒闪闪发光，一看就价值不菲。这颗戒指是女朋友选的。想起青青的脸，我挂起一个笑容。没有，女朋友送的。可惜，我的笑容马上就被人误解成傍上富婆的炫耀。哦，那你女朋友真有钱。骆志斌酸溜溜地开口。学伟这时推推他的肩膀，人家是软饭男，你这语气什么意思？刘瑶瑶顺下自己的头发，目光看向钻戒，哪有男人戴这么大的钻戒？一看就是。他的话含着羡慕，我没有理会他们的话，脾气很好的点头。他房子就在这个小区里。话说到这里，几乎所有人都了然的呀了声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许岸的手顿时松开，整个人放松下去。原来是找了一个有钱的女朋友，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还是喜欢靠女人，难怪脸也变好看了。身体也不那么瘦了，还是再像大学那样。你估计现在还傍不上富婆吧？他的话里话外都是嘲笑，何意有所指？我才不会理会他的这些暗戳戳的拉踩。礼物不拆吗？许岸逆着眼看。不了，等最后拆吧。我点头，有点失望。估计所有人都觉得我的礼物是什么垃圾的，看不上眼的玩意。我顺利坐到位子上，班长热情的道：“你现在确实长得帅多了，看来富婆要求挺多。”我想着青青，忍着笑点头。我要是丑了，他肯定不要我。骆志斌切了声，场面诡异。这才进来一会，所有人看我的表情都变了，估计都以为我是一个长得好看的小白脸，被富婆包养，一事无成的凤凰男。刚刚还脸红的刘瑶瑶，现在和我对视，眼睛里都是鄙视。好吧，这都无所谓，我只需要等待许岸拆礼物的那一刻就好。眼看场面就要尴尬起来，许岸突然咳嗽了声，班长马上站起来举起酒杯，大家好不容易欢聚一下，都喝点酒呗。说着，直接拿起桌子上的酒。我知道这瓶酒基本上都是烈酒，没点酒量的人撑死半杯就会晕。班长给每个人都倒了半杯，轮到我的时候，酒瓶突然一滑，倒在桌子上，灌满了杯子，还流到我的衣服上去。这件衣服是青青亲手设计制作，可以说是有价无市。我太阳穴突突的跳，是真的有点生气。班长手忙脚乱地收拾桌子，演得很逼真，像是真的是不小心一样。哎呀，真的是对不起，徐青，我替班长给你道歉。这衣服我赔你钱。我拿纸将水吸干。你赔得起吗？张小曼扑哧笑出来，她拽着她的那帮姐妹评判起我的这件衣服起来。你这几件衣服一看就是地摊货，哪家超市买的，还赔不起？张小曼走过来，再捏了下衣服的材质，嫌弃地擦擦手。这么磨人的衣服，我就碰了一下，手都红了。说着，跑到许岸那帮，娇嗔着好痛。张小曼是真的变了。我记得大学刚开学的时候，她梳着马尾，穿着白色的裙子。她比我大一届，是当时迎接我的志愿者。上大学后，父母为了锻炼我的意志，就断了我的银行卡，但是我的衣服还是一身名牌。他就是看见了我的一身装扮，果断开始热情地帮我搬行李。可惜一开始我并没有注意到这些。
我当时压根没有经历过情情爱爱，很快就被张小曼拿捏得死死的，甚至在酒店发现她和许岸上床后，我还在问她为什么，是不是自己不够好？现在想想，真的可笑。为了这样的女人，自己居然不惜扑自己，是她变了吗？不是，她从来没变。想到这些陈年往事，我的目光带着点恨意。学伟马上出来打圆场：“哎呀，许哥说要赔你钱，肯定会给你满意的价格的，你见好就收吗？”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跳出来附和：“对呀，要我说，许哥，你别给他钱了，真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”同学们你一句我一句的讨伐起来，仿佛真的是我的问题似的，就像他们大学4年无数次一样。最终我坐下来，气到笑：“好啊，我不计较，大家现在相聚一场，吃点东西聊聊天吧，别一直喝酒。”许岸点点头：“对呀，大家都别光喝酒，看把我的徐少爷馋的迫不及待了。”随后他把转盘放到我的面前，同我笑着：“你多吃点，既然现在工作特殊，你的身体肯定是要多吃点好的，补补才可以。”我看着他嘴里说的山珍海味，看得出来，许岸为了装逼，这次花了大手笔，满满一桌子都是好菜，属于平常人家压根吃不到的。说一句山珍海味，也不辜负这些美食。但是我有点腻了，清清嘴刁，所以家里一直都有米其林星级大厨的。这些菜早就被我吃了一个遍，实在有点腻。见我不动筷子，张小曼夹了一块鲍鱼：“怎么舍不得吃？”骆志斌马上接上去：“噗，张姐，山猪吃不得细糠。”我放下筷子擦擦嘴：“你们吃吧，这种不算正宗的菜实在难以下咽。”我说的没错，这些菜确实不算正宗。听到我的话，许岸皱眉，重重放下筷子，啪的一声，很响。我这句话相当于打了他的面子。他指着我鼻子骂道：“徐青，我今天喊你已经是给你面子了，你非但不感恩，还屡次三番地说出这样的话。”我看着那道颜色都算不上好看的鲍鱼，嫌弃地挑了下。这道菜我之前很喜欢吃，家里的厨师会做，完全和餐桌上的不一样。噗，不还厨师呢？你家能有个保姆就不错了。别，一个工人，软饭男，他家的保姆不应该是他自己吗？我咬了一口鲍鱼，听到当没听到。你们没吃过，当然不知道。或许下次我可以请客带你们吃正宗的。许岸终于忍不住，笑得捂着肚子，像鸭子一样嘎嘎嘎的。班长坐我边上推着我：“哈哈哈，别逗了，徐青。”张小曼捂着嘴，眼泪都笑出来了：“徐青，你别这样，这一道菜都抵上你1个月工资了，大家都是同学，你要实在没钱就说嘛，再怎么样也不能装大款吧？装大款，行吧？”现在他们笑，等吃到最后，我看他们谁还能笑得出来。学伟推推眼镜，镜片反射出光，眼底的笑意明显。人家从大学起就吹牛逼了，这一桌子菜你吃过几个？还不正宗？呵呵，我的回忆突然被勾回去。大学时，当时张小曼生日，我作为顶级舔狗加她的男朋友，自然要送礼物。那是我第一次找父母借钱，起早贪黑去打工，就为了给张小曼买一条项链。但是也就是那一天，许岸也送了一条项链，和我的那一条一模一样，但是丢了。最后在我的包里面找到那个项链，我无助地解释：“不是我，这是我才买的项链。”但是当时全班人已经站向了许岸那边，没有一个人帮我说话，真恶心！自己女朋友的生日礼物还要偷别人的，众人七嘴八舌地说起来，而张小曼
就这样看着。他明明可以看出来不一样的。我的项链是定制款，刻着我们两个的名字，但是许岸的项链没有。但是他什么都没有说，只是对我失望的摇头。我被人污蔑，给许岸重新赔了钱，压住同学的嘴。但是直到我后来给张小曼拎包时才发现，原来她一直都有2条项链。想到这件事，我就想把这对狗男女弄死。许岸估计被我气得不轻，张小曼不停地在给许岸顺气，我看了只想笑。月老的垃圾分类还学得挺好的，这对狗男女分到一起真的绝配。因为我的屡次口出狂言，再加上酒过三巡，一群人聚在一起，话题又不可能只有我一个，所以他们又开始聊些别的。呀，小曼，今天是不是有那个秀？张小曼被这么一提醒，马上激动地点头。对，田设计师的服装秀呢。这时许岸搂住张小曼，喜欢呢，喜欢我让人给你买。饭桌前有一个投影，迅速被打开。田设计师，我突然想起来，前段时间青青打电话说自己最近很忙，就是在忙着场秀。不就是一场秀吗？有什么不能告诉我的？这么想着，我颇有兴趣地看起了秀。张小曼和她的姐妹看了一会秀，脸色都闪过羡慕的神色。听说谁能代言田设计师的衣服，谁就能拿到所有顶奢的入场券。不知道是谁说了一句，只见张小曼的眼睛里突然迸发出火焰。哦，我突然想起来，张小曼现在是一个演员，还有一个称呼叫什么？国民女神，一直以清纯温柔大姐姐的形象出现，真的恶心。不知道她的粉丝知道她私底下是这样的一个人时，会不会伤心？那边还在叽叽喳喳地说着青青设计的衣服，我看着那些模特身上的服装，暗笑，因为这些衣服上或多或少都有我和青青的美好回忆，全部被拼凑到这些衣服里，属于我和他2个人的小秘密。一场秀落下，还有人介绍起衣服的面料和绣法，但是张小曼那堆人只听到了代言人这几个字。他抱着许岸的胳膊，宝宝，我真的想要田设计师新款的代言人。这些年他的所有资源都是通过走后台拿到的，这样会不会不太公平？田设计师说要全国选拔，我将目光从舞台上发表感言的青青身上挪动开。切，有能力走后台也是一种能力呀，有捷径在努力，不就是傻子吗？骆志斌不得不说，他真的是许岸大学4年养的一条好狗。在场所有人都没有说什么，倒是他一直在无差别攻击我，这简直就是道德绑架，什么狗屁道理！呵，我认识青青那么多年，他一向最重公平，走后门会被直接拉黑名单的。我抿了口酒，漫不经心地道，算是提醒。噗，你什么阶级？还认识青青那么多年？张小曼恶心地道，我认识田设计师很多年，怎么从来没有听他提过？我说，你装也要装好了吧，真恶心。我挑眉，哦，你认识他很多年，居然不清楚他的脾气。我记得走后门这种行为，他最看不起了，你拿不下来的。许岸皱眉，看来他对我的怨气和厌烦真的到达了顶峰，他将烟灭了。徐青，像你这种穷人，当然要相信努力才有回报这种观念，但是你现在是在上层社会，我只要挥挥手，无论这是田设计师还是李设计师，什么我拿不下来呀？我托着腮，不行，除非你现在就把代言拿下来。可能是我眼中的轻蔑和不屑刺激到了他。许岸一连说了好几声好，随后看向张小曼，宝宝你想不想要代言人？张小曼马上点头，崇拜地咬着他的胳膊，
老公，我想要，你给我拿下来。随后，男人从口袋里拿出手机，指着我：“你等着。”我悄悄把手机拿出来，打开微信，一眼都没有看他。我等着，你要是能拿下来，我给你磕几个头。这句话成功让许岸激动起来，马上找到小助理，边找边说：“要是拿不下，我就学狗叫。”班长这时凑过来，看似紧张关心，实则看戏。哎呀，你是真的傻，装大款，还真的以为自己和人家阶级一样啊！一开始和我对视的女人摇摇高脚杯：“班长，你管人家呢？准备好手机录像吧，毕竟等会要看人磕头。”我一句话都不想听，给青青发了消息，把前因后果给青青吐槽，太恶心了。宝宝你放心好了，我绝对直接对死他们。看着女孩的话，我都能想象她现在生气的可爱模样。我打字回去：“好哦，老婆大人帮帮我。”许岸还在托关系拿青青电话，而我正在桌子底下偷偷和青青发可爱表情包。看吧，这就是差距，等待的间隙。我这群同学自然闲不住，开始吹着牛逼：“哎，你们有谁拿到了城北的房子？”提到我开发的那块地，我的耳朵才悄悄竖起来。这时，骆志斌突然举手：“不好意思，家人们，我倒是拿到了。”顿时四周响起羡慕的声音。我抬眼看过去，许岸在等结果，这会也开始吹牛逼：“你怎么拿到的？”骆志斌嘿嘿一笑：“家里有点门路拿到的。”顿时四周响起让人羡慕的声音。许岸捏着杯子：“我家也拿到了，有2套，都是直接送的。”此话一锁，同学们笑了，甚至连张小曼都微微骄傲地挺起脖子，接受众人的羡慕目光。哦，可是我听说现在城北的那套房子还没有正式出售。这句话说出来，几乎打了餐桌上最大牌的2个人的脸。那又怎么样？我不在乎的将酒全部喝完。而且那边压根不是富人区别墅哦，那边几乎是楼层哦。徐青，你他妈是不是有病？你怎么知道啊？我耸肩：“因为我是这片地的开发商啊。”四周嗤笑。骆志斌终于忍不住了，站起来冲到我面前，就想扯着我的衣领：“开发商是吧？我今天就撕烂你这个只会讲谎话的嘴！”我哪舍得青青的衣服再次受到2次伤害，直接躲过去。衣服很贵的，我微笑，淡淡的开口。骆志斌见没抓住我，直接抬起脚想要踹，而我利索的直接蹲下去，伸出腿，一下子将他绊倒在地。啊！大人，赵师！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连忙喊着。许岸哪能忍受我在他的地盘这么撒野，但是看见我刚刚利索的动作，没敢上前，只站在原地。你别太过分！我将衣服抚平。我过分？到底谁过分？怎么，我还要像大学那样不吭不响被你们欺负吗？我们什么时候欺负过你啊？赵师气得跺脚，学委和班长也一起站起来。我冷笑出来：“是啊，你们人多，所以人多就不算欺负是吧？”场面一度硝烟弥漫。手机铃声突然响起：“徐青，如果我拿到了代言人，你不仅要学狗叫，你还要和我们所有人道歉。”他的话落下去，张小曼带头鼓掌：“老公你真伟大！”班长第2个：“许哥，你太正义了！”第3个、第4个，所有的同学都站起来呼喊着正义，仿佛我才是那个欺负他们的人，可笑至极。许岸享受着所有人的欢呼，然后拨打电话，打开免提：“喂。”我听见青青的声音传来：“你好，田青青小姐，我是来通知你，你的新服装代言人已经确定为张小曼了，价格你随便开。”
许岸自信满满地道，拿起酒杯，仰头喝了一口。你 TM 傻逼！女孩尖锐的一句话直接喊出来，显然是气疯了。许岸的一口酒卡喉咙里，咳了好久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傻逼呀！轻轻拿着电话开始疯狂输出。你以为你是谁呀？还通知我？你有什么资格通知我呀？衣服是我设计的，工作室是我开的，你凭什么通知我呀？要不要脸呢？还价格随便开？我代言人是公交车呀，价格随便开。那我还说公交车随便上呢。就你有钱是吧？你行不行？我拿钱砸死你！许岸气的手都在抖。你信不信我封杀你？我听见那边甜轻轻的笑声，随后女孩故意假装害怕，贱嗖嗖的，哇哦，我好怕怕哦，你快点来。说完再也没理他。而我的手机传来震动，一顿输出。现在饭桌上每个人的表情都不一样。我拍拍手，哇哦，精彩至极！怎么样，许少爷？这个许少爷，我故意咬得很重。许岸落了面子，死死地咬着牙，身上的怒气更是到了极致。我看着在场的所有人，打开手机看了眼时间。许岸，我送你的生日礼物，要拆开吗？许岸的目光看向那个箱子，我倒要看看你送了什么。他气得直接粗暴地打开，一个青花瓷出现在面前，在光下反衬着光。在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时，一阵巨大的破碎声音吓了所有人一跳，瓶子被他摔了。一个假货，你 TM 也敢送啊？许岸说是假货，那群没什么见识的同学自然也觉得是假货。他们你一嘴我一嘴的开始嘲笑，人家生日礼物送假货不好吧？切，亏我还真的有一点点相信它是什么大款。结果我站在原地静静地等着应该来的人，突然张小曼走过来，直接扇了我一巴掌。徐青，我知道你还喜欢我，所以来报复许岸，但是你这样做有什么用呢？现在给我滚！我被这一巴掌打得猝不及防，满头问号。我还喜欢张小曼，想要复合，我可去他大爷的！太恶心了！我目光冷淡，许岸马上将张小曼拽走，抬起手就想要揍我，我哪能让他揍呢？耳朵敏锐地听到门口传来脚步声，我看着愤怒的许岸，你想好了，这一拳下去，你会后悔一辈子的。许岸压根不相信，谎话说多了，你真以为自己是总裁呀？我选择告诉你，就算你绑上了富婆，不再像以前那样又小又瘦又黑，你也还是一条狗。指尖戳中我的胸口，一下一下地点着。许岸，一道威严又带有震慑力的声音传来。抬着拳头的许岸仿佛全身被定住，他的肩膀被猛地一拽，一道响亮的巴掌直直劈向他的脑门，打地许岸踉跄地摔倒在地上。我歪着脑袋，心情很不错地将衣服整理好。我说了，你会后悔的。话音落下，张小曼才反应过来，爸，你干什么？他马上扑过去抱住许岸。许父一个眼神扫过去，在场的所有人大气都不敢喘，呼吸都满了很多。骆志斌跳出来，许叔叔来了，我看你还能装到什么时候？就在他以为他的许叔叔能给他们撑腰时，这个男人做出来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动作。只见他严肃的表情马上变得充满歉意，对不起哈徐老板，是我教子无方。不是，爸，什么徐老板呢？张小曼也尖叫。什么？他真的是……闭嘴！许父呵斥道，转头看着自己的混账儿子，这位是华丽集团的总裁呀，你们到底在干什么？华丽集团这几个字死死地砸在所有人的头上。一直以为的土鳖，居然是亿万富豪，该怎么办？
骆志斌的脸瞬间胀成了一个猪肝，整个人站在原地不敢动。班长吓得想要喝杯酒，但是手却一直抖个不停。学伟看向我的表情更是难以言喻。我满意的看着我亲爱的同学们，表情复杂，很喜欢这个反应。我目光转了一圈回来，落在倒在地上不可置信的许岸身上。我记得你对我说过，脏狗看他一眼都是狗的荣幸。我居高临下，满意的欣赏着许岸瞪得大大的眼睛。你要不要脸？故意装穷？我耸肩，我什么时候装的？不都是你们不相信吗？这时班长站出来弱弱发声，对，徐青一直都说过，他还真的是完完全全的墙头草一个。随后我又觉得不够解气，看向张小曼，那你呢？后悔吗？张小曼低着头，一句话都不敢说。我不再管，留下一个帅气的背影。走到门口时，我站立，似乎想起来什么似的。对了，您送给我的青花瓷被您的儿子摔碎了，我们的生意可能需要重新考虑了。丢下这个重磅炸弹后，我再也没有回头。当天晚上回家，我的手机好友申请都炸了，微信一条一条的滑，都是清一色的对不起。班长是最积极的，其实他挺会做人的。我同意了他的好友申请，那边马上就发来一大串小作文，我看着眼睛疼。惹青青犯错时，我都没写过那么多，我没想给他好脸色看，直接开门见山。我同意你是想让你帮我和同学说，班里同学除了骆志斌、许岸、张小曼之外，所有人的仇我一律不计较，但是别在我面前跳出来一次，我计较一次，别指望能把接我。班长火速转发，随后暗戳戳地开始暗示和我交好。我发，当然你也离我远点，我有密集恐惧症，看见满身新颜子的人会生理性恶心。随后单删拉黑，一气呵成。正打算将好友消息清空时，我突然看见张小曼的留言，徐青，我后悔了，可以原谅我吗？我瞧着可有意思了，转头就给青青看。小女孩看见了，气得指着，她要不要脸啊？我揉揉她的脑袋，放心，我来解决。青青叉着腰，她知不知道你有对象啊？我摸索着手上的钻戒，回复了一句，我有老婆了，随后将消息拒绝。果不其然，没过几分钟，他又发过来，徐青，我只要你原谅我，我知道你还爱我，那个田青青就是我的替身，只要你愿意复合，我什么都满足你。我真的错了，求你原谅我吧，我真的喜欢你，我和许岸在一起纯粹是他逼我的，原谅我吧。看着看着，我有点恶心，这女的够不要脸，连续拒绝了好几次。我忍着想骂人的冲动，全部截图了，然后交给小助理，随后让他收集有关张小曼的一切黑料。既然要复仇，我可不会仁慈。结果第二天，全网铺天盖地的都是清纯小花张小曼的黑料，一系列的证据锤得太死，压根没有公关的余地。而这些黑料中，张小曼除了许岸，还和不下4-5个男人暧昧，包括他那天给我发的道歉的话，全部被许岸看见了。至此，他被全县封杀。当然，我也不会让许家好过。许父是一个老好人，不知道为什么教出这样的儿子来。我看着许父的面子，只举报了全权给许岸的那个公司，逼着他破产。许父终究还是心疼孩子，带着他登门道歉，就差磕头了。而我城北的那一块地也成功拉到了一笔投资，来自许家的馈赠。我将城西那块养老院和孤儿院迁到这里，给老人和孩子一个新的环境。楼层的建筑是小区，而那些被传的富人区别墅
压根就是担心老人坐电梯不习惯，又怕爬楼层太高，所以只建了2层小楼。我的事迹被登上全球，而田青青的事业也蒸蒸日上，设计的服装闻名全世界。我和他就被誉为最羡慕的夫妻。又是一天，所有的事情尘埃落定，我继续我的生活。青青睡在我的床边，小女孩睡得不太安分，总往我怀里钻，头发弄得我全身痒痒的。我失笑，随后抱住她。现在是早上6点，我的生活也一样，如同正升起的太阳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